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12章。軍事會議。甲板上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我聽到人們紛紛從船艙和前甲板湧出來。我悄悄地從桶裡溜了出來，鑽到前桅帆的下面，繞到船尾，及時趕到甲板上，和亨特以及利弗西醫生會合。他們正急匆匆地走向迎風的船舷。全體船員都已經聚集在那裡了。月亮出來的時候，也升起了一點薄霧。在遠處，我們西南方向，我們看到了2座低矮的小山，它們之間相隔大約2英里。在它們後面是一座更高的山，山頂仍然被霧氣籠罩着。這3座山看起來都很陡峭，呈圓錐形。我看到這一切，感覺像在做夢一樣，因為我還沒有從1-2分鐘前聽到的那番談話所帶來的恐懼中完全恢復過來。然後我聽到斯莫利特船長下達命令的聲音。伊斯帕尼奧拉號又向風轉了2個螺經點，沿着一條能讓我們靠近島嶼東海岸的航線前進。好了，夥計們，船長在所有帆都調整好位置後說道。你們有誰以前見過我們前方的這片陸地嗎？我見過，先生，希爾弗說。我以前當廚師的那艘貨船曾經在這裡取過水。據我所知，拋錨地在南邊，一個小島的後面，對嗎？船長問道。是的，先生，他們叫它骷髏島。以前，那裡是海盜們聚集的地方。我們船上有一個水手知道他們給他起過的所有名字。北邊的那座山，他們叫它前桅山。南邊有3座山排成一排，前桅山、主桅山和後桅山，先生。但是最高的那座，也就是山頂有雲的那座，他們以前叫它望遠鏡山，因為他們在拋錨地清理船底的時候，會在上面安排瞭望哨，因為他們就是在那裡清理船底的，先生。請您原諒。我這裡有一張地圖，斯莫利特船長說，你來看看是不是這個地方。長約翰的眼睛在眼眶裡閃閃發光，他仔細地查看着地圖，但是當他看到地圖嶄新的樣子時，我明白他要大失所望了。這並不是我們在比利彭斯的箱子裡找到的那張地圖，而是一張精確的複製品，包含了所有的細節、名稱、高度、深度，只有一樣東西沒有，紅色的十字標記和那些注解。儘管他一定非常失望，但希爾弗還是有足夠的鎮定功夫來掩飾它。是的 ，Ende Gojin KD Nan Jari Sako Kasin Simbogi Gojin Sinadi Di Nadi Moi Gawa 太是的 ，Kajin Sinade Gojin Sin Sako Tong Day Di Nadi。就是這個地方，而且我必須說，他畫得非常好。我想知道是誰畫的。海盜們太無知了，畫不出這個。啊，是的，在這裡，基德船長的拋錨地和我以前的船友們用的名字一模一樣。南邊有一股很強的海流，然後沿着西海岸向北流。先生，您迎風行駛，遠離島嶼，是對的。除非您打算在那裡修理船隻。說實話，在這片水域，沒有比這裡更好的地方了。謝謝你，孩子，斯莫利特船長說。以後，我還會再徵求你的意見。你可以退下了。約翰如此冷靜地承認他對島嶼的了解，讓我感到驚訝。我必須承認，當我看到他向我走來時，我幾乎感到害怕。當然，他並不知道我從蘋果桶裡聽到了他們的密謀，但是，儘管如此，那時我對他的殘忍、奸詐和權力感到如此恐懼，以至於當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時，我幾乎控制不住自己的顫抖。啊！他喊道，這個島真是個好地方，像你這樣的孩子一定會喜歡上岸玩的。你可以游泳、爬樹、捉山羊，
你自己也會像山羊一樣爬上那些山頂。哎呀，這讓我感覺年輕了，我差點忘了我的木頭腿。年輕，有10個腳趾，真是太好了，你一定要相信。什麼時候你想去探險，告訴老約翰，他會給你準備一些路上吃的乾糧。然後，他非常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背，一瘸一拐地走向船頭，離開了甲板。斯莫利特船長、鄉紳和利弗西醫生正在後甲板上交談。儘管我非常渴望把我發現的情況告訴他們，但我不敢貿然打斷他們。我正絞盡腦汁想找個合理的借口時，利弗西醫生叫我到他身邊去。他把煙斗忘在了下面，而他又非常喜歡抽煙，所以想讓我下去幫他拿上來。但是，我一走近到可以和他說話而不被其他人聽見的距離，就立刻開始敘述起來。醫生，請讓我和您說幾句話，讓船長和鄉紳到船艙裡去，然後您再找個借口讓我下去。我必須告訴他們一些可怕的消息。醫生的臉色微微變了一下，但立刻又恢復了平時的表情。謝謝你，吉姆，他大聲說道。這就是我想知道的全部了，他補充道，好像我剛才問了他什麼問題似的。說完，他轉過身，和其他2個人會合了。他們交談了一會兒，雖然他們誰也沒有吃驚，沒有提高嗓門，甚至沒有發出一聲驚訝的抽泣聲，但我清楚地知道，利弗西醫生已經把我的請求轉告了他們。因為緊接着我就聽到船長向約伯·安德森下達了一個命令，後者吹響了哨子，把全體船員都召集到了甲板上。夥計們，斯莫利特船長說，我有件事要告訴你們。我們看到的這片陸地就是我們此行的目的地。特里勞尼先生，眾所周知，是一位非常慷慨的紳士。他剛才問了我幾個問題，我已經回答他說，船上所有的人都恪盡職守，無論是在帆索上還是在甲板上，而且你們幹得和我期望的一樣好。所以現在，醫生和我將要下到船艙裡，為你們的健康和順利乾杯，而你們也將在這裡得到一杯上好的格羅格酒。為我們的健康和順利乾杯。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，我認為這位紳士的做法非常棒。如果你们和我想的一樣，就一定會為這位老紳士歡呼。他的話音剛落，便響起了歡呼聲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但那歡呼聲聽起來如此真誠，我承認，我幾乎不敢相信，正是這些人正在策劃一場陰謀，要流我們的血。在為斯莫利特船長歡呼。在第一次歡呼聲的餘音消散後，長約翰喊道。這一次的歡呼聲也同樣熱烈。然後，3位先生離開了甲板。不久之後，就有人傳話來說，船艙裡需要吉姆·霍金斯。我發現他們圍坐在桌旁，面前放着一些葡萄和一瓶西班牙葡萄酒。醫生正在抽煙，假髮放在膝蓋上。我知道得很清楚，這表示他很激動。船尾的窗戶開着。因為夜晚很熱，可以看到遠處的月亮，照亮着船只駛過的航跡。好了，霍金斯，鄉紳說，他們說你有話要告訴我們，說吧。我遵照他的吩咐，盡可能簡明扼要地向他們講述了希爾弗和其他2個人之間的談話。在我講完之前，他們沒有打斷我。3個人自始至終都目不轉睛地盯着我的臉。吉姆，利弗西醫生說，坐下。他們讓我和他們一起在桌邊坐下，給我倒了一杯酒，把葡萄塞到我手裡。與此同時，他們3個人都無一例外地，一個接一個地向我點頭致意，為我的健康乾杯，並對我交了好運和表現出的勇氣表示感謝。那麼，船長，鄉紳說，我必須承認，您是對的。
而我錯了，我承認，我是個蠢貨，我聽從您的指揮。我也不比您聰明多少。船長回答說，我從未聽說過哪支船員策劃叛變，而事先不露任何馬腳，讓那些能看出來的人採取相應措施的。但是這支船員，他補充道，比我更厲害。請允許我插一句，船長，醫生說，這一切的幕後黑手是希爾弗，他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。如果把他吊在帆橫上，他看起來會更了不起，先生。船長回答說，但我們只是在空談，這毫無用處。我看到了3、4個要點，如果特里勞尼先生允許，我就說出來。您是船長，先生，所以您說了算。特里勞尼先生寬宏大量地說道。第一點，斯莫利特船長開始說，是我們必須繼續前進，因為我們不能回去。如果我下令返航，他們會立刻起來反對我們。第二點是，我們有的是時間，至少在找到寶藏之前是這樣。第三點，水手中還有忠誠的人。現在，先生，事情遲早會爆發，我打算抓住時機。俗話說，趁熱打鐵。在對我們最有利，他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向他們發起進攻。我相信，我們可以指望您僕人的幫助，對嗎，特里勞尼先生？就像指望我自己一樣。鄉绅宣稱。3個，船長數道，加上我們，就是7個，也就是說，算上年輕的霍金斯。現在，讓我們看看。至於那些誠實的水手，最合適的人選是特里勞尼的手下，醫生說，也就是說，那些他在發現希爾弗之前親自挑選的人。不，鄉紳回答說，漢茲是我挑選的。說實話，我原以為可以信任漢茲，船長補充道。想想他們竟然都是英國人，鄉紳爆發道，我真想把這艘船炸飛。好吧，先生們，船長說，我能告訴你們的最好的建議，也不算什麼。我們必須保持觀望，可以說，在你們的允許下，保持警惕。我知道這很乏味，直接採取行動會更痛快。但在我們弄清楚誰對我們忠誠之前，我們什麼也做不了。保持觀望，警惕風向，這就是我的想法。吉姆，醫生說，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幫助我們。船員們信任他，而且他是個細心的孩子。霍金斯，鄉紳宣稱，我把全部的信任都寄托在你身上。聽到這些話，我開始感到相當絕望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完全無能為力。然而，由於事態發展的奇特方式，我们的安全確實是通過我才得以保全的。與此同時，儘管我們談了很多，船上26個人中，只有7個值得信賴的人，而在這7個人中，1個還是個孩子，所以我們這邊真正能戰鬥的成年人只有6個，而對方則有19個。